本期节目由海瑞克公司赞助播出。行业先锋海瑞克，革新地下空间建设，让地下工程更快、更稳、更智能。按国内隧道行业的习惯，当人们说到 TBM， 往往是指岩石地层中的隧道掘进机。对于软土地层中的隧道掘进机，我们习惯是说盾构。其实，盾构就是 TBM 的一种类型。所以，我这个节目中提到的 TBM 是包含盾构机类型的。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岩溶地层对 TBM 隧道建设的挑战。由于隧道工程前期的水文地质调查无法准确了解岩溶的确切位置和几何形状，地质调查一般是每隔50到100米左右占一个10公分左右的调查孔，也就是说地层被调查的频率只有1/1000到2，因此存在未知岩溶情况的概率是很大的。既然工程前期的调查会遗漏具体的岩溶信息，在 TBM 内搭载物探装置，以探测前方有无岩溶存在以及几何形状、介质物理状态，比如说水啊、淤泥啊、孔洞啊等参数，就成为非常有必要的技术措施了。物探有不同的种类，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应用范围和地质条件。比如说，大地电磁法适用于长距离的宏观地质探测，如地下水溶洞和大规模断层，但受电磁干扰影响较大，预测的速度比较慢。TRT 技术也叫做隧道色波层析成像法，专注于地层界面、岩性变化、断层带的精细勘探，适合快速预测，但对空间和设备的激发接收方式有一定要求。ISP 也叫综合地震预报法和 HSP 也叫水平地震剖面法，则分别擅长探测断层、破碎带和含水层、岩溶等特征，而 TSP 隧道地震勘探法以快速高效的特点，适合预测地层变化和断层。其他技术如地质雷达法也叫 GPR， 适合浅层空间的精准的探测，但对电磁干扰敏感。EAM 也叫隧道电法超前监测，可测量围岩电学参数，但在不连续地质条件下表现有限。实时监测技术中，红外碳水和岩体温度探测分别适用于监测水分和温度变化，但对设备精度和环境干扰要求较高。微震监测则能动态评估围岩稳定性，快速发现潜在的岩爆和地质灾害。这些技术各有优劣，需要结合具体施工条件合理选择和搭配使用。现阶段 TBM 隧道中的物探方法包括地震波法、电磁波法以及综合物探法。现实是，当物探方法了解到 TBM 正前方的工程水文地质信息以后， TBM 已经无法改造。因此，在设计阶段，选择合适的 TBM 类型就显得尤为重要。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可变密度 TBM 是目前应对岩溶地层的最佳TBM 类型。可变密度 TBM 使用螺旋输送机从土舱排渣，可以快速在常规土压平衡模式、加泥式土压平衡模式、常规泥水平衡模式、高密度泥浆泥水平衡模式等4种工作模式之间转换。其原理是通过调节膨润土和渣土混合物的密度来平衡和支撑开挖面，既可以采用泥浆管路出渣，也可以采用皮带机出渣，是应对地层在粘土、砂卵石地层和硬岩之间频繁变化的高效率、强适应性多模式盾构。可变密度 TBM 可以同时配备
土压平衡蹬钩和气垫调压式泥水平衡蹬钩的所有相关设备，如螺旋输送机、皮带输送机、泥浆泵、泥浆管路、气压调节装置和控压机等。这主要取决于 TBM 的空间是否足够，以及在需要施工的隧道项目中是否需要使用到所有的模式。此外，还有泥浆调节箱和后置式碎石器。泥浆调节箱的作用是利用细混凝土与排出的渣土混合，以降低其密度，以满足泥浆管路泵送对泥浆密度的需求。而后置式碎石器用来破碎排出的渣土中的大颗粒石块，以满足泥浆泵和管路对泥浆颗粒的需求。可变密度 TBM 的模式转换可以在1小时至1周内完成，而且不需要带压进汤作业。可变密度 TBM 在实际施工中也有一些限制，比如在没有水压的硬岩地层使用可变密度 TBM， 无论是在经济上、掘进速度上和操作上，与硬岩掘进机相比均没有优势。TBM 选型是地质风险、成本、工期和环保等多方面综合分析考量的结果。从技术上来说，最适合可变密度 TBM 的地层有2种，一种是地下水位下的粘土与砂卵石、粘土与破碎岩层变化频繁的地层；另一种是地下水位下的岩溶地层，同时覆盖层为粘土、对沉降要求高的区域。在这样的岩溶地层，最大的风险是开挖面失稳、失水或者土床的泥浆从地面涌出，导致地面沉降。而可变密度 TBM 可以通过注入高密度混凝土稳定开挖面，阻止开挖面地下水的流失，堵塞连通地面的通道，防止冒浆现象的发生，从而避免了地面沉降问题的发生。可变密度 TBM 在遇到溶洞后掘进参数和出渣的变化比较明显，很容易判断。极端情况下，如果判断前方进入大溶洞，只需要停机，持续注入高密度混凝土充电即可，然后掘进通过。岩溶地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也意味着 TBM 施工的方法也是不能事先确定的。比如溶洞大小意味着辅助技术措施的差异，因此对 TBM 掘进工期的计划必须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保证隧道工程项目的工期和经费是按合同执行的。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请大家下周末继续关注白云说水系列节目，让我们下次再见。